哎，早啊，季姐，你出去？哦。怎么，老胡情况不好？谁说的？怎么了？我问你呢。我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怎么了，这脸拉得跟长茄子似的。不会吧？人家都说我长得像西瓜，没人说我长得像茄子。你呀，别给我耍贫嘴。到底怎么了？你没注意到季节啊？季节怎么了？他跟我说要干内勤，我说我得考虑考虑。别考虑，千万别考虑啊！呵，成你们家的了。季节干内勤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他没搭档。我不是说季节干内勤的事儿，你没注意季节这两天情绪不太对吗？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，季节这两天可都是在办公室过的夜。嗯？你别乱想啊，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？你怎么观察出来的？抓杨平那天呀，是他妹妹季然演出，他本来特别想去看，可他妹妹就是不让他去看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他那天情绪特别不好，跟我聊了一会儿，我老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窝在心里头似的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去问问他？哎，你可别问他啊，他脸皮薄，我怕他挂不住。今天早上起来谁把这卫生扫了？我啊，怎么了？这照片呢？金块呢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季姐干嘛要放她妹妹的照片啊？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是不是江路建华？你刚来几天呀？怎么什么全知道啊？谁告诉你的呀？他呀。姐姐，这照片呢？大老爷们管这事儿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吧，干活呢。重案6组，知道了。莲花小区发生命案。在哪儿啊？大头你好，案发现场就在3楼。重案6组的，技术勘查已经结束，可以进入了。走。王涛，拍照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来，慢点。死了几个？让你拍上。我干了20多年刑警啊，这么大的血腥味儿，我头一次闻见。抓住这杀人犯，我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。大曾、季姐，快过来！走。
8个，都是女的。客厅3个，2间睡房各2个，卫生间还有1个。现场发现了2件凶器，剪子和菜刀，上面均有血迹。认真勘查啊！自大门入口处从左至右，一个编号，包括每一个细节。死亡的姿势、衣着、表情、方位。被害的人数太多，千万别编错了号啊！老郑，好。怎么样？一共死了8个人，全是年轻女性，都是一个化妆品公司的营销代表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立刻抽调2个人，对楼上楼下的居民进行排查。哦不，对整个小区的居民都要排查一遍。我已经通知了当地派出所，让他协助我们对小区的保安和物业管理进行排查。受害人这么多，已经惊动了市局领导，局长就在楼下。你跟我来一下。走吧，分头调查。白玲，跟我走。是我第一个发现的。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主任。几点钟发现的？哟，快10点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早上就有人打过电话说，这楼道口上有血迹，请物业的人呢找人来查看一下。可接电话的这位同志啊，当时正在忙着收水电费，忘了。这等忙完了之后才想起来，就赶紧给我打电话。我过来一看呢，才报了案。是谁给你打的电话？是出事那家楼上打的电话。你也知道，出事那家跟我们这家虽然2个楼门，实际上只隔1面墙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查看？我是这儿的领导，所以办公室直接给我打的电话。这是我丈夫王道明。来，喝水。哎，道明，等会儿到菜市场买点菜。过一会儿呢，你们都留下来吃饭。啊，不，谢谢，我们中午还有任务。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？昨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，所以今天在家休息。等等啊，你叫王道明？对，是我。昨天晚上听到隔壁什么动静没有？这也没听见，我睡觉死的，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再见啊。你就住在他们楼下，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吗？哎，我们真的。我们呀睡觉早，楼上那租户呢每天回来特晚，一帮姑娘又洗又说的，经常折腾到半夜，我们都习惯了，所以啊不太注意响动。对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真的已经习惯了。根据创口和凶器对比，8名死者中有2名是被剪子刺死的，其余6名都是被菜刀砍死。这个凶器的来源查对过没有？根据现场厨房的刀架和睡房针线盒的位置就可以确定，2件凶器均取自于案发现场。马军，他们这个公司在全国有很多分支企业，他们的总经理今天下午从武汉赶过来。通过你们对现场勘查的结果，能不能判断出对这个案件的性质？大子，你说说。哎，总得有个判断吧？线索很少，但是可以排除情杀和盗窃杀人。根据什么？集体宿舍没有太多的财物，室内物品也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，我不认为这是盗窃杀人。还有一点，刚才老郑已经说了，2件凶器都来自于案发现场，理论上说，这不属于预谋杀人。另外，我觉得这不是情杀，因为情杀不可能同时杀8个人。那你们对指纹核对过没有？指纹库里找不到记录，我跟大曾他们一样困惑。
从指纹上看，一种可能就是外来作案，所以没有记录；另外一种就是凶手是本地人，但是没有案底。不过一次能杀死8个人，这么凶残的事情，新手是很难做到的。哎，大子，接着说。死者都穿着内衣，可以确定，凶手是在死者睡着了的时候进入宿舍的。邻居们都说没听到动静，而且房门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被杀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，没有一定的威慑力和足够的人手，是不可能同时杀8个人的。我琢磨着，凶手不是一个人。这是今年最大的一起凶杀案，市委领导非常重视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啊，严队啊，在。如果人手不够，就从别的组里调。这不，今年刚刚分配来的2个警官大学的毕业生，全给他们了。哎，那个季杰呢？哦，他正在整理白天的笔录。哎，马上把工作的重点都移到这个案子上来，啊！大灯啊，你和江汉一人带1年轻同志，让他们尽快的熟悉业务。好，行。我呢还是上下协调，哪儿紧呢我就补哪儿。季杰啊，你怎么着？我跑外勤，任务重，光靠新手不够。哎，好，这样就好调配了。现在咱们把需要调查的人员和地点排列一下。你不要求干那些了。你找我来就为谈这事儿，那我明说了吧，我还是要求干回我的本行，外勤。好，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可不许反悔啊！老实说，查案你是个好手，作为女同志，侦查员的缜密性和女性的耐心细致结合得特别好。你不用拿这话填糊我，我自己说了话不会反悔。季杰，那行，白灵的工作我来做。白灵怎么了？你要换内勤，白灵已经做好了跑外勤的准备，可你又不换了，他刚找我闹完情绪。我说呢，他今天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像谁欠了他似的。季杰，家里最近遇到什么难处了吧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当警察的没有不欠家里的，没办法，要想不欠，只有不干。要真的不干了，那我们又觉得欠了老百姓和政府。我懂，这些话你不说我也懂。那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注意处理好同志之间的关系，有事找我，别拿我当领导，咱俩是朋友，行吗？行，谢谢你，老郑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们那个锁芯上没有检验出任何新配钥匙的金属遗留物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除了原配钥匙外，该锁没有被其他钥匙打开过。辛苦了啊！没事，你们这案子够难的啊，线索太少，要查的地儿和人又多，有点难。你们呀，一定会找到线索的。走了，谢谢。哎。姐，等一下啊！季姐，刚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一女的，挺漂亮的。姐，对不起。你找我来，就为了说这句话？
不要？从小到大，我疼你，让你，什么都依着你。你做错了事儿，我替你挨爸妈的打；你挨了别人的欺负，我替你找人为你打架。我就为了你一句对不起，啊？说呀，再说一遍。你怎么不说了？你想要我怎么？你想要我跪下来求你，感激你是吗？哼，你还真以为你关心我？你错了，你关心的是你自己。关心我是因为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。怎么？我亵渎你的情感了啊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？你听着，我要的是真情，而不是虚情假意。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姐姐，而不是电话那边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想看我演出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以前我求过你多少次，我希望你能够去看我的演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离开舞蹈学校多久了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哪怕是看过我的一次演出，你现在想看我的演出，是因为你觉得心里边内疚，你想给我补偿吗？告诉我。我不稀罕。从小到大，你都稀罕过什么呀？啊？你只稀罕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，我的东西你也一定要抢夺。你跟一个即将成为你姐夫的男人上床，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而不是你的，不是吗？不要和他结婚！什么事儿啊？别老跟自己过不去。你得反过来想，能让你痛苦的事情，那不迟早都会发生的。世间万物，任何事情都有个极限，你不能把它看得太重了。看得太重了，什么都会碎。哎，小时候啊，我们家有个鱼缸，这么大个儿，玻璃的。常到郊区河沟里去摸点小鱼啊，在那鱼缸里养。你养的河鱼在玻璃鱼缸里养，那哪能养得活呀？后来就不养了，把那鱼缸就扔在我们家窗户根底下。冬天呢，放点土，我在里边种点青蒜，小绿苗长得不错，长长了剪下来，吃面的时候还能当菜码。夏天我们家住平房，一下大雨屋子就漏，盆啊桶啊用完了。我妈就使那鱼缸接，那鱼缸在我们家可待了不少年，也挪了不少地方。后来被一行家看见了，说那鱼缸是宝贝，说是宫里当年洋鬼子进宫老佛爷的寿礼。我爸可高兴坏了，把那鱼缸就搁在那武器桌上供起来，每天得擦好几回。越这么在一起不是吗？后来终于有一天掉在地上摔碎了。哎呦喂，可把我爸心疼坏了，足足别扭了好几年呢。后来我爸过去以后啊，我妈跟我说，那真是真的，是他出嫁的时候我姥爷给的。我妈后来还跟我说，平常没把他当成回事的时候吧，他倒没事儿；你偏偏把他当成宝贝供着吧，他倒碎了。这是个什么理儿呢？这就是
就是说呀，该是你的东西，怎么着都是你的；不该是你的，强求也没有用。好点了吧？那咱们回去吧。这份新的调查笔录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判断：歹徒杀死了8个人，绝不可能像拍死8只苍蝇那么无声无息。有人说，案发的时候曾经看见8个女孩的屋子里有个灯光，可是第一次查访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？我觉得这份笔录啊，比咱们第一次调查那份笔录更加接近事实。有没有可能有人看见凶手，但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出来指证啊？完全有这种可能啊！如果这种可能成立，那就能够解释前面为什么不说实话，还可以证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凶手是小区居民所熟悉的人。我的判断和他们俩的完全一致。您再想一下，有没有上次遗漏或者没有想起来的？我记得好像就这些了，没什么了。这个是我们的电话，如果您再想起什么，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。那好，谢谢。哎，您又想起什么来了？我别急，您慢慢想。那好，你们坐下。好，你们坐啊。有一件事啊，可能和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。有关无关，由我们来判断好吗？我说的这些话，是不是将来都要在法庭上进行宣读啊？不，只作为分析材料，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才有可能变为证据，但并不一定公开。那天楼下发生事以后啊，住户的人都很小心，他们不再提那天的事儿了。这左邻右舍的，万一有一句话要说错了，以后的关系就没法处。您放心，调查结果都会严格保密的。案件结束以后，无关材料我们都会销毁。破案过程当中，这些材料也有人专门保管，不会流散。那好，我告诉你们，出事那天，我睡觉前在阳台上去收衣服的时候，我看到楼下一片漆黑。睡到半夜，我听到有响声，后来我就走到阳台那儿，往下一看，除了出事那家灯亮着，楼下的灯也亮着。就这些吗？对。你能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吗？可以。那好，在这上面签字，并声明你所说的完全属实。从对面楼里看不见出事房间里的情况，女孩子睡觉拉窗帘也是正常的，而且案发时间也是如此，可以排除是案犯拉的窗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案犯没有刻意的去遮挡，是因为案犯认为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不睡觉，而突然间发现这户人家还亮着灯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怀疑是不是罪犯开的灯，也许灯一直就没有关。江汉，今天这份笔录是住户主动谈的，还是你诱导的？主动谈的呀，就是有点犹豫。为什么？不太痛快，因为怕把邻里关系给搞砸了。哎，季姐啊，发现什么了？楼上楼下两家说的情况不一样。什么？不一样？对，就是关于开灯的问题。楼下那家坚持说那天夜里一觉睡到天亮，根本就没醒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和原来的笔录对照过吗？和原来的一样。这两家里边，肯定有一家在说瞎话。他们说你
昨天值夜班，所以今天我们只好到家里来找你。哟，别客气，有事儿随时找我，不用预约打电话。你们几天值一次夜班啊？14天。那就是说1个星期得值1次了。对，来喝水。谢谢。以前注意过隔壁那家住户吗？没太留意过，只知道隔壁住的是一帮姑娘。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这房子隔音不是太好，他们人多，经常闹哄哄的，影响邻居们休息。这刚搬来的时候，我爱人还总敲那暖气管，后来还是我爱人告诉我，隔壁住了一群女孩。你爱人怎么知道的？哎呦，你跟我来。哎，这花怎么跑这边来了？太阳会晒死的，准是道明干的。你们看吧。哦，不是那窗，是那边。道明啊，就是在那边窗户看过去的。当时我还说过他怎么偷看人家女孩子呢。没事，甭管他。哎，这鞋子怎么跑到阳台上来了？真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来屋里坐吧。这个楼里同单位的住户多吗？我们这楼没有，对面那楼啊，差不多都是一个单位的。白莲。今天出来有什么发现吗？你是不是在阳台上看到什么了？鬼东西，越来越精了。鬼东西不怕，就怕人家说季节教出来的是傻东西。哎，你傻就傻，别拽上我啊！我现在不承认你是我师傅都不行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叫我什么？叫我季节尾巴。多亏你不属耗子，要不然我不成了老鼠尾巴了吗？我什么时候收你当徒弟了？没有。就是。要不然你得罪人，还得我替你背黑锅。我怎么？哎，你注意到阳台上那双鞋了吗？就是你踩的那双。把这个纸拿回去，马上交给小高化验。哇塞，你福尔摩斯啊！哎，师傅，快说说为什么要拿去化验啊？等结果出来吧，我现在也没把握，都是灵机一动，听了女物业主任的一句话。一句话？哪句？我怎么没注意呢？都告诉你，我不成你徒弟了。哎，这可是你往我身上靠啊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早就注意那阳台了，一共就这么宽的距离，一迈腿儿不就过去了？可我怎么就没往这儿想啊？谁没往这儿想啊？假设凶手就是这么进的屋，是不是就能解释半夜3更屋里出现男人这个问题啊？是这样啊。他不用敲门，也不用屋里人同意，啪，一迈腿儿，一个男人就站在了8个女人的面前。太可怕了！你说这大半夜的，屋里出现一男的，这8个女的该怎么反应啊？害怕，然后就是急了。不可能急。谁说的？要是我就急了。绝对不可能。俗话说，这3个女人一台戏，要真是8个女人都急了，这整个莲花小区还不得闹炸了？好，黄涛，接着说，啊，说完了。那要这么说，可就不是。谁说不是了？不说不闹，不等于没有男人进去。你这是抬杠。哎，凶手要是女的呢？这不就解决了8个女孩不吵不闹的问题吗？是啊。是什么呀？这也不对呀。半夜3更突然有个女的在你屋里，你什么反应啊？是啊，这是不对。哎，大伙儿是不是饿了？弄点吃的吧。这钟点来买什么去啊？哎，咱们吃宵夜去。好，好啊。大胆请客啊！对，大胆请客。凭什么我请啊？你是领导，又是你提议的，大家这么给面子，你就请吧。哎，今儿我请客啊，随便点，大伙儿别客气。老板，有龙虾吗？嘿，我说真的，谁家的人够狠的啊？哎，大家先别乱，
刚才大成跟我说了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你说这凶手他为什么要杀这么些人？有什么道理？现场的证据又给不出答案，要是咱们都能想明白了，那不就有方向了？哎，你说这凶手一不图财，二不劫色，三不为情杀，刨去了结怨复仇，还有什么？没了，就跟一人走大街上被一疯子砍了一刀，纯属偶然呗。嘿，我瞎说的，你们别当真。有道理。如果真是偶然的话，倒是解决了我们找不到杀人动机这个难题啊。你这叫投机取巧，找不着原因就说偶然，那要咱们警察干嘛呀？你们说案发这时间是不是人都该睡了？我们就不睡呀。我和江汉第2次查访的时候，楼上那家说他看见楼下2家都亮着灯。我们假设一下啊，半夜，女孩子们都睡了，这时候屋里的灯肯定是关上的。有人听见响动，哎，不是，突然间有人起来上厕所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浮想联翩了，再往下就该脱衣裳了。对，脱衣服。这女孩刚把衣服脱下来，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，她哇的一声叫了起来，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，所以打开了灯。就因为灯开的突然，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，所以，哎，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，或者叫情绪所致。哎，咱们还吃吗？回办公室吧。哎，我们不能吃完了再回去吗？这屋里一共是3个，一个在地上，2个在床上，厕所有1个。应该是先杀了这屋里的2个人，然后凶手从这屋子里头出来，碰见了不对，应该先杀厕所这个。对，我也认为是应该先杀厕所这个人。如果先杀卧室这2个人的话，动静太大了，其他的人肯定会被吵醒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杀厕所的这个人和杀屋里这2个人动静是一样的。不对，肯定是先杀厕所这个，因为厕所只有1个人。我觉得大曾说的对。案发现场卧室这2个人和厕所这个人是赤身裸体，其他女孩可都穿着衣服呢。凶手的本来目的可能是想奸淫，没想到遇到反抗，顺手抓起桌上这把剪刀，就把其中这2个女孩给杀了。杀人的时候，这屋的门是关上的，其他人没听见。哎，杀完这2个女的以后，凶手从这屋子里出来，准备到厨房洗手，被厕所这个人看见了，凶手抄起菜刀就把这个人给杀了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从杀了这个人以后，其他的这几个人都是被菜刀砍死的。对，他杀厕所这个人的时候，这间屋子里一女孩听到动静起来开了灯，客厅一亮，凶手惊了，把这女孩也砍死了。他同屋的女孩跑出来看，也被凶手砍死在门厅，所以血流到楼道里是正常的。可是客厅的这个女孩死的姿势有点奇怪，像是在下跪呢。就是下跪啊！那个女孩求这凶手放过她，可是还是被凶手给杀了。哎，屋里现在还剩3个女孩，她们听到外边出了事儿，但没敢吱声。凶手还是追进来把这3个女孩给杀了。注意啊，床上的这个女孩腿还在外边，这说明她死前凶手曾经使劲的想把她拽下来。轮廓开始逐渐的清晰了。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啊，凶手究竟有几个人，是谁？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，好像凶手就1个人。杀人过程都推断出来了，这说明1个人完全杀得了8个人。再想想啊，咱们再想想还有没有漏洞了？按咱们的思路，这个凶手肯定是个男的，而且只有1个人。进屋的最初目的是施暴，由于突发因素导致凶杀。我判断的对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判断一下啊，凶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徐姐，你好像有想法。哦，明天再说吧，现在还没想好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。嗨，小高。哎，姐姐，卫生纸上的检出物成分和现场血脚印的检出物成分基本上吻合，这是鉴定书。你看，
能确定吗？为准确起见，昨天上午我专门到市局请他们再次检验，得出的结论和我们这边完全一致，都属于同一来源。哎，你们的卫生纸从哪儿找到的？暂时保密。走了，谢了。马上拘捕王道明。是。哪儿呢？啊，上车。美贝。哎，老张，等等，王道明全撂了，嘿，跟季节推断的一模一样。你看我干嘛？你怎么想起又去物业主任家了？哦，让白灵跟你说吧。江汉第2次去查访，楼上那家不是说听到声音了吗？季姐就是根据这点去判断，楼下那家也听到了声音，并且还起来过，因为楼上那家看到楼下那家灯也亮了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第1次都没有说实话呢？其实这点啊，还是大曾提醒了季姐呢。我提醒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他们肯定有一家是在撒谎吗？这话我也听见了。对，季姐就是根据这一点去判断他为什么会撒谎。唯一可以成立理由就是害怕。害怕？害怕也能成为理由吗？对，他害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情况。既然看见了，那他为什么不出来指证？2次查访楼上那女主人时的情况就已经说明了问题。其实楼下那个男的不仅听到了声音，而且从猫眼已经看到了当时真正的凶手，但是因为害怕没有出来制止。第2天案发了，这个时候他再出来指证，你想想邻居会怎么看他？死了8个年轻姑娘啊！邻居们的唾液还不把他淹死？呸！都什么人呢？这世界还有正义？拿我们警察都当什么人了？你为什么会想到王道明啊？楼上楼下都听到了动静，一墙之隔会听不见吗？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，后来那天去找王道明的时候，他妻子阴差阳错地把我们带到他们家的阳台上，才产生了后面的怀疑。季姐，那天我怎么什么都没发现呢？我是从他们家的阳台无意当中看到隔壁客厅时产生一种恐惧。你们想想，如果我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，不知哪天从阳台上钻进一个人站在我跟前儿，那我肯定吓坏了。我又想起他妻子说，案发当天因为值班没在家，而且无意当中提到过他们家的花盆被人移动过，这下提醒了我。我又踩到了那双鞋，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疑虑，所以趁擦鞋的时候就此取下了证据。真是太巧了，如果他要把那鞋扔了，我们不就没证据了吗？是啊，巧啊。但是如果没有严密的分析判断和丰富的办案经验，哪怕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面前，你也会视而不见。唉，你怎么了？这个案子让我看到了人性极其自私丑恶的一面。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想通了，肯回家住了。怎么说话呢？那怎么说呀？老偷偷睡在办公室。你都看见了？哎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不过还好，你还是挺过去了。
我用这封血书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姐姐。家具我搬走了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需要了。准备和建华结婚的人是我。是来还钥匙。既然就在楼下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可是你一直没给我机会。你的确是一个好警察，可是你跟我生活在一起。